我爸爸的名字叫姚本，1948年7月2号在广州出生。他父亲的名字叫姚训克，祖籍是江苏省的泰州市。母亲的名字叫黄瑞清，是个广东人。我爸爸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一，有一个弟弟叫姚东和3个妹妹，分别叫姚梅、姚平和姚芳。他小时候住在广州海珠南路一栋楼房的3楼，客厅有个阳台。他说他刚学走的时候，特别喜欢爬到一张小板凳上面，然后把头伸到阳台外面，看大街上的人来人往。那天的话，3辆车夫就跟普普一样，你女婿过来不要上班啊？所以我们听英华人都对于国民党啊，整个黑手桥啊壮炸呀，就要炸桥了。你必须要上班的，我们一炸明嘛得个啦。在我们普京路地高地就不肯调了，不肯去上班，不肯你调你去上班，不准你爸爸上班。当时你出生了，在我们爸爸就跑入在那挖，在那个床边上挖，就这个时候桥炸了。炸桥了，真炸桥，嘣！桥一炸，那个整个玻璃哗一倒，还好我们掉到坡上，赶快衣裳，还好我掉到不能上面，如果掉到上边的话，掉到没得个，没得爸爸了。总之你在那个都是玻璃床上天龙是，你也帮打菜个啦，床上大的呀，不帮打菜呗，不是的。还好我在那往的时候掉到就往，嘣一炸的时候，掉一跑往那跑走那方面去。如果当时不是他父亲反应快，我爸爸的故事也许在当天就结束了。我爸爸说，在那阳台上面，他还见过那个年代许多的风风雨雨。50年代初期，广州发生过正反运动，把抓了的人在枪毙之前游街示众，他就在那个阳台上见过。抗美援朝的时候，共产党调动南方的军队，阅兵的时候也经过他家门前的那条街。后来他在回忆录里面写下了当时的一些童年往事。反右斗争结束后，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取回了伟大的胜利，于是有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实事实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15年赶上美国，超英赶美，仿佛都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民。我也觉得我们小孩子很幸福，很自豪，因为每天只需半天上课，半天课外活动，每天下午做完功课，活动都排得满满的。砌墙报道，街头巷子找到空白的墙壁，用广告画涂料画大幅宣传画，无非是农民种田，田野里的稻米有鸡蛋大，工人炼钢，钢水都成了河流，一直淌到美国。还有除丝害，打苍蝇，自己在家打。扫帚的竹把手劈开做成竹篾子，一头用线扎上巴掌大的卡片纸。找不到合适的卡片纸，我就自己用饭粒几张纸粘在一起代替，上面还揣了个小洞，以便在拍打苍蝇时不会散出许多的风，把苍蝇吓飞。他们一家人在广州一直住到1961年，也就是在我爸爸13岁的那年，全家人搬回了泰州，也就是他父亲姚训克的故乡。以前交通不方便，他们这一趟奔波劳碌了好几天，才从广州回到了泰州，一路上还经过了上海和镇江。父亲带我们到一家小客店安顿下来，说先住1晚，明天再坐火车到镇江。吃过晚饭，我母亲说要去见一个亲戚，是她的表姐若依。我也记不得是怎样到她家的，还是她来找我们。
但我清楚地记得母亲和若依见面后抱头痛哭。若依说：“苏北饿死了好多人，你们到那日子怎么过呀？”对于我来说，饿死人的苏北还遥远得很。我当时只想到外滩去看看，因为在我心中那是很神奇的地方，像在外国一样。我问了大概方向，对母亲说：“我走路去，然后原路走回来。”时间大概是晚上9点多了。3月份的上海滩晚上冷冷清清的，昏暗的街灯下没几个行人。我记得过了苏州河往左拐，一直走，居然找到外滩了。我沿着黄浦江边一直走到外摆渡桥，就沿路返回。我只觉得四周都黑乎乎的，没什么大意思。在泰州，我爸爸考上了当地的重点中学省泰中。可是就在他高中毕业的那年，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所以他上不了大学。而且因为他父亲抗日战争的时候参过军，就是1944年蒋介石号召10万青年10万兵的时候，曾经去过武夷山军训，算是个国民党。虽然没训练好，日本就投降了，所以其实没打过日本人，更没打过共产党。但是在文革的时候人心惶惶，所以还是怕会被人翻旧账。后来我爸爸说，好像是因为家里的窗户安了玻璃，因为当时玻璃窗算是奢侈品，所以被人扣了个罪名，被抄了家。我爸爸说，当时怕惹事，自己还烧掉了许多其实没必要烧的东西。比较后悔的是他特别喜欢的一本集邮册。文革进行得如火如荼，他也和许多当时的中学生一样，上山下乡，到农村里亲身体会农民的生活。他被调去了高邮附近的一个农村，过了一段时间，到了71年，文革的热情渐渐开始消退，大学复课。同一年，他便考上了泰兴的师范学校。那时候他20刚出头。我爸爸在师范读了2年，在1973年毕业，然后便回了泰州，在泰州2中当了个语文教师，算是无惊无险的过了几年。直到1975年，在一次朋友的婚宴中，他认识了我妈妈。你前日那个你的请客，咁啊可能是同他的后阳的介绍吧，咁啊那是真那个。这个好啊，我那天做嘢的去黑田公园拍照片，爸爸就拿个箱子，他那个拍照片，我准了拍，我要拍，让你不认了你当拍摄像的。你是刚弄这个？可以吃鸡米。2年以后，他们便结了婚，然后在1978年生下了我姐姐。那一年她30岁。当时她和我妈妈因为工作关系，一个人在泰州，一个人在兰州，天各一方。我妈妈在生我姐的前1个月，还一个人从兰州坐了2天火车回到泰州，然后住了短短几个月，便又带着刚出生的女儿回了兰州。后来过春节的时候，我妈妈又回了一次泰州，这一次把女儿留了下来，给我婆婆，也就是她的妈妈，和我爸爸2人在泰州轮流照顾，她自己便一个人回了兰州。那爸爸呢，星期五晚上去就嘛，叫他几个多天的哈。就周末。然后呢，星期天晚上就嘛了，再送到农场。他说姐姐蛮好的，我爸爸呢，他就跟爸爸走了。这星期天晚上放假呢，他就跟爸爸在一起。阿爸说的弄我要跟爸爸走，是不是的阿爸？他到这边他不陌生，到那边他蛮高兴的。
就是这样折腾了1年多，我妈妈才终于被批准从兰州调回了泰州。一家人过了一段比较平稳的日子，但是这段日子只过了3年，因为到了1982年，我爸将会做出一个非常胆大的决定。当时他外公在香港，我爸爸小时候也去过香港。那个时候大陆已经改革开放，人身自由管得没那么紧。我爸爸觉得如果可以去香港的话，也许可以争取到当时大陆还没有的各种机会。于是他便决定了申请移民去香港。当时香港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和泰州相比，经济非常发达。但是无论是哪里的新移民，每是从穷地方移民到有钱地方的人，刚开始的生活总是非常艰辛。他们一家3口刚到香港的时候，就住在一间不到100平方尺的小房间。到了后来，才和他的爸爸妈妈还有外公外婆一起在九龙湾的德福花园买了个单位。虽然7个人挤在只有500平方尺大小的房子，但总算是在香港安了个家。在香港买了房以后，一家人的生活算是又稳定了下来。但是因为香港的教育制度和大陆的不一样，所以我爸爸的师范文凭不受认可，他便只好找了一份蓝领工作，在一家旅游汽车公司任职司机。1985年，他和我妈养下了第2胎，也就是我。虽然他跟我说过，他当年决定去香港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想过要否生第2胎的问题。可是如果当年一家人留了在泰州的话，因为内地政府的1孩政策，也就不会有我了。1988年，我爸爸买了一台摄像机，那一年他40岁。80、90年代的香港十分繁荣，我们一家也有从中获益。过年过节的时候，我和姐姐都会有红包、有玩具、有好吃的、穿漂亮的，家里算是有了点闲钱。我爸爸也培养了一些爱好。那个年代，电子产品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一件很新奇的事，他很自然地也对电脑、照相机、摄像机、录像机等等当时的高科技用品产生了兴趣。例如说有个什么电器坏了，他便会自己学着去修。他一直很重视一个人的动手能力。我和姐姐也许就是受了他的这些影响，上大学的时候选的都是理科。1995年，我们一家4口首次去了一次大旅行，在北京玩了有1个星期。那是我第1次远行。虽然之前我们也去过澳门和珠海，也回过泰州探亲，可是北京是我头1次正式去旅行的地方。又过了几年后，我姐考上了英国的剑桥大学，还拿了奖学金，免了学费。我爸爸也离开了原本的公司，自己和同事合伙创业，虽然做的还是旅游汽车的生意，还是自己开的车，但总算换了自己当老板。我记得那个时候，星期六、星期天不用上学，但是他还是要上班。午饭的时候，我妈会准备好一个饭盒，然后叫我把饭盒带到楼下的出租车站，送给没时间回家吃饭的爸爸。那时候他50岁左右。97年香港回归，然后又过了千禧年。到了2001年，我中学5年级，正在准备会考。那个时候香港还有会考，
就在那同一年，我姐大学毕业，爸爸妈妈都去了参加她的毕业典礼，顺便去欧洲玩玩，开开眼界，只留下我和奶奶在香港。后来爸爸告诉我，他有一双名贵的黑皮鞋，几年前买了以后一直舍不得穿，难得那一次去参加我姐的毕业典礼才拿了出来穿。可是只穿了好几天，橡皮做的鞋底变破了，算是一件令人哭笑不得的故事。后来到了2003年，我也出了国，去了美国的密西根大学，读的是物理。到了07年毕业后在长岛的一家实验室工作。过了1年后，考上了田纳西大学的博士课程。当时我姐已是一个职业律师，在伦敦工作。那一年我爸60岁。身为家里最小的一员，我对家中的财务自小就不是十分了解，但大概知道当时金融风暴对爸爸的公司也有影响，生意越来越不景气。他和同事没办法，只好把公司结业。还好那个时候我姐已经出来工作了，我妈也有些收入，所以情况不算太坎坷。她也算不上是失业，反而可以说是提早退休吧。退休了以后，她便在家打理家务，买菜、做菜、扫地、擦地之类的。她特别爱干净，总爱提起《朱子家训》里面“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的一句。家务做好了，还有时间，他便继续玩他的电脑和相机。到了2014年，我在美国游学已有11年，他才头一次去了美国。当时我在田纳西的诺斯维尔，已经和 Kate 在一起。3年后，我和 Kate 结婚的时候，一家人又去了诺斯维尔一趟。在附近的几个景区玩了几天。有一天下午，我们去了一家酿酒厂，那儿的酒保居然因为我爸没有带身份证去证明他已经过了21岁，所以不让他品尝他们的酒。我爸还开玩笑地拍了拍自己的光头，说 "This is my ID"。事隔1年，到了2018年，我姐和 Ricardo在巴厘岛结婚，又是一件喜事。我姐和姐夫在巴厘岛租了一间大别墅，2家人都住在那儿。结婚当天早上敬茶的时候，我还头一次看见我爸喜极而泣的样子。那一年他70岁。2020年9月 ，Kate 怀了姚安，12月照了超声波。我爸爸透过视频，勉强地看到了孙女侧面的轮廓，很高兴地笑了起来。那是我最后一次和他的通话。几天以后，在一次去医院复诊的路上，他跌倒了，然后陷入了昏迷。大半年以后，在2021年10月19号去世，享年73。胡糖老鼠昏鸦，古老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